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一直都会一直起来，一直都会。哦，这么多鱼仔当然咱嘛是爱抓，不过咱主要就是鱼我迄个抓抓，莫搁继续报警，即摆食无掉，你看身躯。哦，它已经有被咬到了，对不对？搞无掉。有咧弄无？一定有掉了！这只更大。哪小哎？来，你看它的头，全都要掉下去的呢。要说到外来种的问题，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耳闻。不管是剧毒的海蟾蜍、生命力极强的美国鳌虾，或是大量繁殖的红魔鬼，在都威胁到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。而其中又以俗称鱼虎的小盾鲤最让人闻之色变。为此，我和尚和来到曾文水库，商请当地生态达人蔡大哥带我们第一手深入观察水库的生态现况。早安！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抓鱼虎，抓什么？鱼后啦，第一批拢逃出来，都出来了，都出来，因为梅雨季过了后就开始出来。所以鱼虎在曾文这边也是很严重，足济啊，泛滥，足济啦，迄个袂完啦。它那个繁殖太快了，下面弄家呢？是破坏生态的。只要会叮当的伊就食。嘿，了解。真的啦，因为你顾囝有无？咱然后看鱼针，啊你裤来烫条，把伊拼落去。接着加特种的，你有哎，我已经叫人等好啊，等好啊，哎，咱等好啊，咱会知咱就来顺就好啊。啊，咱是要安怎抓？是用钓的，还是用无网啊？咱这个用插棍钓，放棍，放棍钓得到鱼虎哦？可以。迄只钓大尾啦，因为迄款物件吼，越来越巧。嘿，啊，咱拢爱高活鱼，活饵。嘿，高活饵吼，啊，互伊一直它才会想要攻击嘛。就是刚才被讲，伊刚才被讲完。嘿。所以会动了，它真的就会咬。其实它掠食性的，你不动它其实不太想吃。哦，你不动我不动。对。我把它下过来，伊来崩，伊来打。可以落到家。差不多那啦。大只哦，文件上上大记录是150公分啦。我一摆掠过30几斤的啦。啊，30以后呢？以后啊。这多只？哎呀。我看过差不多大的，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无啦。你鱼苗，迄鱼苗呢？你幼苗的。来去俩出社会了。哦。出社会，如果他即摆会钓的，拢差不多大学毕业吧。大家别看蔡大哥说的轻松，鱼虎在曾文水库甚至是全台的泛滥情况，远比我们想的要严重的多。从鱼苗的数量就可以看出端倪。因为较早进等来加观赏鱼啊，观赏鱼这么大只啊！它的花纹很漂亮。1980年左右就引进台湾，从泰国引进台湾。哎，朝1980年。啊，你在曾文水库第一次发现是在1995年。应该是在地啊。我套了嘞。哦。我在地嘞。95年就来，你也知道。1995年在曾文水库第一次发现。那是人饲嘛，要饲啊来放掉啊，收大啊。伊当初水族馆就是讲，我进鱼来鱼啊，好饲袂死，好放生团。啊，伊当时伊囝俗啊，伊像伊若一尾1箍，一年一尾生出来，一尾拢放去赚头2000箍。哇！生2000尾啊！啊，伊若拄到危险的时阵有无？伊会走你妈妈的饲鱼。哦，一定干的，咻咻
学吼，伊个放出来，放出来安全了，伊不放出来，就会原地啊，它就搞完，像拳头这样，就这样移动。对，像这样的状况大概半个月，伊就好在到尾啊，伊就会规定啊，伊需要换开啊，一定换开，一定换开。你水面你就看到粗色啊，粗红色的，就像咧滚安尼有无？咱远就看粗鱼换开，伊一定换开，因为鱼仔愈细尾有无？它的上菜系统比较不好，所以鱼仔愈紧换开，才有1分钟换一届。啊，伊规档的2、3千尾有无？伊一直生。一球2、3千的。对啊，而且他们的那个长大几率很高哎。对，鱼来讲，伊做高顾的啦，伊做高顾的啦，伊做高顾囝。所以他们在这里没有天敌。有啊，人啊。一直都会，一直起来，一直都。哦，现在下去了嘛？哎，跳了呀！哎，我带回去了。在我们这边会带。大个瑞，这么多啊！那上面有大分，我会看到看起来是有口感的。基本上，咱若把鱼母掠起，伊个囝就叫别种鱼仔食。哦，没有人在顾它。无人甲顾，伊就叫别种鱼仔甲食。所以要掠，毋是掠鱼仔囝，讲主的是鱼母爱掠掉。哦，因为它至少也不会再生了。可以主动互伊鱼仔囝数量较少，鱼仔囝当然咱嘛是爱掠，毋过咱主要就是鱼母爱甲掠起来。我卖过还有盖好了，我卖过继续顾囝。啊，别种鱼仔像咱的曲腰啊、水壳啊、鳗啊，一个掠食性的鱼仔一个食。所以。这种策略的，这个要有策略的，不是盲目的抓就好了。我们先把这一群围住，然后对。那等一下是我们是开着，然后绕他们外围，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抓起来。你小卡啦？他是同一群哦。你点啊点啊，这是羊，啊是比较贵的。等下这一群是刚才跟这一群。然后它往里面游，它这一群就会留在这里。他们会散开一下。你要小看，好像真的是观赏。对，漂亮。它在艺名叫做火狐狸。观赏时期就对 Firefox。因为红色红火嘛。它现在因为网子下去，然后妈妈游不出去，他们小孩也不会就是在水面上，它其实那个网眼已经过去，但它就会又回来，因为妈妈出去，对。然后另外一边有天然的土壤，要不做起来，就做啊，只能这个汤。那要给。为了让我们更近距离目睹火狐狸的真面目，蔡大哥决定祭出土法炼钢的手抄网，能捞多少是多少。看到这个鱼虎的小朋友，对，其实大小只有些差蛮多，色泽完全都不一样。就像蔡哥讲，它下面真的都是白的，对啊，对。可是你看它这偏橘有没有？它这开始比较绿了，对。然后侧身的线条，有没有？它现在是好几种不同的颜色嘛，对，至少3种颜色的线。这个一群鱼球怎么会大小只差这么多？差对，这算本来有鱼母出来，啊，这么鱼母去用掠，啊，就下面夹做伙啊。你像这种差不多，头20几缸。20几缸就安尼？啊，这算头一杯这边是较大尾，头10几公分。这头1个月，不是，然后1个半月啊。哦，你拢看得出来？1个半月，这尾已经足水了。嘿啊，你得当放水珠箱有无？红水的，看起来就好像小尾，然后它突然越长越大。是啊，啊，你得当放水珠箱，下面拍风，1个月哇。哇，这么好养？是啊，看这样子拼命捞，它那鱼球没有变小呢。好袂照到啦，伊足巧啊，你用好啊好时，注细照片。哇，你看我们正后方有没有？过来啊！就是这一群，我们弄了这么久，它还是这么大一群。第一次亲眼目睹鱼球的壮观场面，让人忍不住头皮发麻。然而，就如同蔡大哥所言，擒贼要先擒王，成年鱼虎才是首要的目标。咱专门水库，水域足快，那水域才有17平方公里啦。对，阿湾这水咧摕足紧的。
啊，所以你若要当吼，就爱像安尼，因为鱼啊，伊拢食浮面的，你知道？对。啊，鱼啊，咱若钓浮鱼，都直接直收。哦，它就会过来。你们的饵是用水口登起来鱼啊，就里面来面比的一样。哎，鱼虎也会吃同种的，同类它也吃。讲你若是家关做，你若家关做伙有无？就冤家啦。绝对食的，一直食到剩一尾。我等下游出来你看。哦。因为用讲的，一定是让我很难跟你解释。东西啊。哎有哎。无啦，这高的啦。哦，这高的啦。高嘞。这么高？鱿鱼。对啊，这没有，这个是这个饵啦。饵啦。这个是饵啦，这就这么大了啦。对啦。哎呀。所以你刚才说的大小。啊，这尾哈，我讲，你看。所以我刚才讲的大小，对。这尾食不掉，你看身躯。哦，它已经有被咬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咬不掉。为什么要来咬它的比较小只？基本上会咬安尼，拢头无介大尾啦。哎，伊拢来个母尔。难怪，因为我刚才在想说，要钓的话，不是只吃活的吗？对啊，叫活呀，所以活呀。你这样子一竿只放一饵了，一竿放一尾呢。啊，伊若来吼，伊会夹，你像这尾足巧，伊就夹不到有无？哦，它就不会被勾到。哎，夹不到。这巧。哎，啊，基本上伊若来。对这个虫了，伊就掉了呀。对啊，是，真的会进化。对，他们这种真的很聪明。较早用路呀，凊彩捡凊彩钓。即摆吼，一工牵头3000个，我捌载人去牵3000个，含价一个都无。4支钓啊，牵一工。哎。哦，没想到鱼虎的狡猾程度完全不输狐狸，也只有设计更巧妙的陷阱，才能将它们一举成擒。那你们这放棍跟我之前放棍也不太一样啊。阮最甜的时阵唔免插钩啊，嘿，阮一条白个球啊尔，嘿，啊白个球头你还佫绑条塑胶，嘿，绑条橡皮筋有无？嘿，那有弹性，红色那一条橡皮筋有没有？刚好有弹性，啊加上我们的竹竿，嘿，伊嘛嫩嫩，对啊，起脚反正外力吼，拢踹袂开。哦，因为它有弹性啊。对啊，那咧打太极拳的有无？哦，借力用力，扭落，啊，就佫把拖倒转来。你想无迄无对啦，佫行。博大精深。你看知无？知啦。知啊。啊，这边有啦，有吗？有啦，我怎么看唔到伊啦？哎，真的这么大，这边不是鱼吼。对啊，这泰国鲤的，泰国鲤也是外来种，也是凶的哦。那个肉很好吃呢。也是凶，对。哎，这偌好嘞，这越南人做爱食这，你鱼油白你乖啊，也爱食这。啊伊吼，伊做好吃的，你像咱外口臭水沟嘛拢有。哎，对，真的哦。啊，伊伫咱中文水库有无？因为咱这是干净水域，所以它的肉质很好吃。食起来都 Q 的。它也是很凶嘞，这嘛都歹啊！哎呀，这嘛咱神经病来了。这个抠的啦。哎呀，这吼，这含鱼吼算这杯啊啦。我先这样，先不要把它，你要看它嘴巴其实可以长超大，而且它里面有那个牙齿倒刺、倒钩。哎呀。哦，专业嘞。哎，你也晓哦。你套嘞。我条条你套啦。你套。专业呗。我讲啦，唔当安尼啦。好，这种的比鱼好不爱用。这种的当你当毛头了，等下加老有伊会行嘞。哦对，它会一直这样子，一直摇，然后就往一直行。哦，那个配音乐袂，我赞。摇嘞，一直摇。对啊。伊袂死哦。对，基本上不要太干。基本上你若落天有无？拢莫互伊打起安尼啊！你甲放伫咱的水土面，会当活1年拢无要紧。1年有较含真伤含吧？你莫骗人哦。真正，你甲放伫头骨啦，鱼啊呢？是放伫头骨啦，无啥水安尼有无？习惯了。嘿，习惯。它只要有点湿润感，只要有点湿润感，它就可以活。泰国鲤又称作线鲤，也是强势的外来物种之一，生命力强不说，食量更是惊人，也是淡水水域中杀手级的角色。不过听蔡大哥说，除了观赏鱼种被引进之外，也有许多外来种食用鱼在水库落地生根。这较深啦，也可能即摆目前头有15米，啊，即摆起来会瞬间吼，大尾拢冰多，水压的问题啦。因为太快上来了，这个拉起来，慢慢拉。哎，哇！这个就是笋壳。这个清蒸很好吃啊。哎呀，增加生命诶。现在笋壳还是价格还是更贵，对不对？笋壳嘛是像较大，这般的拢差不多1斤头300嘛，这算细只的啦。哎，大概可以长到这样子啦，差不多笋壳。我抓过4、5斤、5、6斤的。你到底都去哪里抓这些人家没看过的 size 啊？你水口啊，嘛是你水
好啊。有个这大只的，哎，你饲的吧？我上大记录了8斤呢，笋壳诶，笋壳卖怀疑。我还不能怀疑。哎，可是笋壳大很慢呢。伊大做慢的啊哎。呀，你能够抓到个3斤已经。啊，伊当时算多拢大青我，啊，当时退水口无啥水有啊，啊，等妈妈钓，快意思。哇，那个至少有要不要8年？抓8年。我唔知我看身份证。也不身份证，也无健保卡。对了。其实很漂亮。就以颜色上来讲，其实是很漂亮。笋壳一开始进来是当观赏的，对吧？笋壳哦，无笋壳基本就是要食的。被夹的。因为肉质应该蛮好的。肉质做好诶。笋壳鱼学名又叫云斑尖塘鲤，因为肉质鲜美细嫩，在老饕界有左打石斑、右赛黄鱼之称。虽然是外来鱼种，但并未造成严重生态破坏。准备这个输类啊，这个锅就有。大佬，你看你几毛？来哦。这只有哦。哦，这位到位啊。这看过嘞吧？这不是这位鱼好啊。你哪看出来？我唔相信。我也在地嘞。你还想憋啊？有虎味，有虎味，有虎味。啊，这好难的啦。他顶啦！我都有人家讲这句话，你再讲个话，讲这句。怕喷！就我们靠近以后，它才会开始想要挣扎，对，有水，它就有动静，它就会想要先躲起来看什么状况。超大力的。哦，你像咱无很冲的咱有无？你给我抓回去。因为它拉一拉，它就被整个弹起来了。对，所以要抓它，不用很坚固的钩子，不一定讲开到自己别做好个搞暗面。就用这种树枝啊什么，然后有咱的跌到有无？差的，咱跌到创我长嘞，还个绑条绳，还个绑条球链。哦。现在光在水面上看就已经比刚才泰国的大了。较大啦，是尾头变9斤吧？哇！你看，哇，冲落去看，就有辣的，足有力的啊！哇，蛮屌的。哇！覆盖。蛮美的。这样算还小。我看它头，哇，它在水里面看看还感觉还好，可拉起来看，你看它的头大小，有咧弄无？一定掉来！我你看蛮高你快嘛！会，哇！对呀。哦，会抽这只更大。一个多少？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哇，它在水里面看看还感觉还好，可拉起来看，你看它的头大小，你的拳头不拢熟悉的。我的拳头它是可以吞下去的呢。你看伊水气，先把它拉靠近，不要让它那么。你这个差了用呢哈。哎呀，那多差了呀。你要看它这太阳光下这个花纹，有一点青绿色，然后这个花纹，谢谢。你两个贴就开啦。这个颜色，这个虎斑色。你要生囝的时阵，伊若生囝了，伊就有虎幼色。伊这所在部分有无？没有保紧啦。这变蓝色。你说这边吗？一条这也变蓝色。变成水哦。变蓝色，都水的哦。因为我记得看到整条是荧光色的。那个护幼色。就如果小朋友的，因为它会变明显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有人要攻击的话，就等于是会先看到它。卖来啊，你莫来啊！警告了，警告的颜色了。伊冲，伊若鱼来就甲冲我走。冲是基本啦，就拢甲打死较济啦。就直接把它咬死了，反正当食物嘛，喂小朋友了。你看它的那个头，而且它头你不觉得很像蛇？对啊，然后那个比较像鲈鳗的。你刀塞刀，这手拢有吧？来，先放落，八向力啊！来，你手放油，安尼，甲放油要紧。你若无挂手就是硬汤哦。来，看者。哇！
来以后，目前还算乖啊。但我想让你看一下那个他牙齿。你手摸去。听到蔡大哥如此严肃的口气，就知道正面对决鱼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由于他们的颚宽、头尖、上下颚都布满牙齿，一旦被咬住，恐怕就会血肉模糊。应该嘞，还有吗？有咧弄无？咱头拄也是顺着一支，按照顺利啊，按照顺利，别。还有个两支的呢。系啊。那你看不出来？好，这个是这个卡片。先我们看一下这个。掉了！哦，你看嘛，掉了，你看。有诶，哇，麻死！偷追人，偷追人！哇！蛮高6块嘛。哦，会游！哇！对呀。哦，这只更大。因为快大过。好了，这会游啊！哪小的？来！小家这个，赶快了！这只很漂亮哎。龙翔的卡，你会好多看。它的尾巴颜色已经开始不太一样了。哪里去啊？对，安尼。你绝对伤温顺呐，拜托。还较粗鲁的。较粗鲁嘞。做一个母熊的，母熊你捌无？武松打。这个大，而且它颜色差不多了。它颜色已经比较偏紫色了，已经开始变。对，刚才比较青，有没有？它已经成年了，尤其基本今年还没搞会。只要它交配完，它身体就会变成比较黑，较乌。交配完会变黑，较乌，它伊这两个就变青啊。注意哦，最低，我来。哎，咱袂使乌露一个，你安尼闹开啊！唔是啊，到勾到里面的，等你。我今日去你叫这个搞的。别。丢大呢！这个注意哦，唔好夹着哦，它伊会换开，伊喙吸着安尼哦。好像鸭子哦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看？你看，它那个咚咬一下那声音有没有？有在重训的感觉，超结实。对啊，哎，比刚才那只又再大一点了，很重哎，你有那就顶的。哇，有没有？打起来看就很明显，这只也比较上的那只也比较长。对，然后这只头比较尖。对，像这种大概2年啦，2年就长那么大，2年就这么大。你看2年，它真的会一点哈啪。据了解，和一般的鱼类不同，成年鱼虎约15到30分钟需要浮出水面呼吸一次，也因此会有像上河刚刚观察到张嘴换气的惯性动作。而近年来，鱼虎更成为曾文水库的特色料理之一。从背部的，它这里你如果画下去的话，它里面有一条骨，你可以感觉得到。不会是虎啦。大厨就是大厨。对啊。你们平常自己也是把它这样切那么漂亮？对啊。还是因为有在拍？没有。你如果正常鱼骨都这样用。你看这边，你看这个肚子里面有水泡，一般肚子就是这样一块，对吧？它是一块。等一下，鱼头呢？鱼头没有特别，鱼头也是一样，熬汤或是3杯也可以。3杯怎么用？锅巴吧。它这两边鱼鳃，这两边肉很多，而且很好吃。等一下会煮涮锅，所以也算是清汤嘛，不是说清汤，对，清汤，然后直接用肉下去涮。这个等一下熬汤。听大厨说，鱼虎除了肉厚、刺少、胶质丰富之外，不同的部位更有不同的口感和吃法，一鱼十吃也不会腻啊。这个是泰式的鱼片，它这种做法是肉稍微腌一下而已，然后烫过，烫是没有全熟的，有点像那种生鱼片，又不是生鱼片，半生熟。所以它这个现在是半生熟的状态。对。哦，才5分啊，你像牛排一样哦。很厚。扎实。看我这样切，我这样子手用力这样子，肉没有断。夹心菜跟吃起来口感又更不一样。这真的很开胃，开胃啊！它肉质真的扎实，但是不会干。这个底还底过来就是有一点肉，吃起来很像那种猪皮的感觉。
好爽，也还有嚼劲，嚼劲，有块寡味啦，所以危害会较高。哦，你若细尾就无这种味。笋壳鱼，我们水母号称龙胆石斑，价钱一样，价钱一样，都很贵，笋壳更贵啊。对，它是算两的，把个鱼，绵绵密密，它哇，对对吧？那种思维，对不对？鱼虎小孩，为尾安尼剥入，对，这算是盐酥嘛？免真贵嘞。很鲜甜诶，骨头不会，我不真的，我不跟你讲真的，你就讲我怀疑。不是怀疑啊，很鲜甜诶。对不起，一直打断。因为它味道就真的是清清淡淡、清爽，可是你吃到它那个骨头咬的时候，跟那个稍微那种骨头的味道，骨头的那个香味，而且它泡头不会吃嘴巴。对，不会要骨头不会硬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厉害。就那个口感脆脆，就皮脆，然后咬到一半的时候，肉开始甜甜软软的 ，Q Q 的进来，然后到到后来就再脆一波，对，这季节限定。呷哺呷哺，骨头就是头，还有身体的下去熬汤，而且还有胶质，它现在是热的，如果冷掉的话解冻。谢谢。顺便的。那我们就不好意思喽。缺。哇，这个胶质太厚了吧！哇塞，鱼还是鸡脚、鸡爪冻去熬出来的那个汤底。哇，你这个没有熬太久，没有很久，而且它看起来很清爽，对，喝起来很浓郁。我这个汤太可怕，太厉害了。它那个鱼肉本身就蛮 Q 的，对啊，然后加上那薄薄的一层皮粘在上面，真的会一点波呢。大厨的手艺果然让人惊艳，鱼虎食吃的料理让我们在品尝美食之余，又能改善生态环境，真是一干利够。不过也正因为嘉义的好山好水，不论是鱼鲜水产或是鲜果农产，都是让人赞不绝口的。阿姨，老炸，哇，炸！你用烧好哦？哎，那么爱为什么要磨土啊？你这是它会保湿，你这是什么土？产地土，产地头啊，枸杞啊呢。干更较几干，啊不，你要去台北按2干3干，这个不好的。怎样不好？这个要打掉的。贵啊，是伤老的。哪里？不是，这个像这样才是。这什么差别？粗一点，细一点。因为这个是会熬炒的，熬炒，这一段是熬炒。为什么？怎么？熬炒。这是看老情况都会。不是，这比较不会松的，它是公啊粉头。完全听不懂。听不懂哦。不会松是吃起来袂松松的，丁丁的。袂松唔好食，就是爱兄弟。OK。啊，就只有这一节。这一节啊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，上面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这个就会松了。啊，那这一节也不行。这一节可以。为什么？它会松啊，它已经很熟了。很熟啊？哎，对。怎么看它这熟或不熟？啊，就这样子看就知道了。啊，像这个没有熟。看嘛。你不要润啦，这个不要润。爱崩啦，是吧？是用看就知啊。我看着啊，我们每次摸了30几年了。哦，然后30几年，我们一看就知道。像你们如果您在卖年，我一看就知道说啊，这一条会不会松。所以像我们要看的话，看得出来，我们看不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摸的。不是，我们要用吃的，用吃的才知道。对，来吃一口。对，你们要吃才知道。不说你可能不知道，嘉义民雄牛斗山是全台最大的莲藕产地，兴盛时期还能外销日本、香港等地。不过据说采收莲藕的过程非常辛苦，不但得又跪又爬，甚至还会挖到手指变形。啊，你摕嚟，安尼甲收收咧就好啦。收了。啊，你收这莲藕东西，你一定要这么像你炸。炸。看我这炸，暗时袂使啊。暗时啊，暗时1-2点来啊。啊，半夜1-2点。对啊，半夜啊。太阳出来就很热。哦，是为了躲太阳啊。现在没有太阳，等一下你就知道哦，太热了，你走路就热得不得了了。但我是没有想到泥巴这件事情对莲藕来说那么重要。
就是可以让它保持它的那个湿度，还有让它比较新鲜。你们这个得收莲藕全部都用手工？断了人家就不要了。哦，断了就不要了。那个断了，你在田里断了，它会跑土进去。啊，你就整个把它缠起来。没有啦，缠起来再来。因为莲藕中间有洞啊。对啊。姐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断了，然后土就进去了，那这只就废了。就废了。叶球这边它有跑土进去，就不行了。你怎么看有跑土？有啊，它这个洞它会跑进去。哦，一点点都不行哎。对，它里面看不出来。有看到洞啊，可是它既然刚才就不会了。像这个有跑土要把它除掉。对，一样。对啊。你看一样的。而且人家明明好好的，是你把它拔断。因为它这边有跑那个。因为这边有裂了啦。对。然后但这边还是它洞它会跑进去，它土自然会自己跑进去。像恁种这上惊啥哈？红胎哦，这嘛惊红胎哦。惊红胎。这你用一来底。伊个叶啊大，啊你好头伊个要吃落去。伊个有会梗啊，茎。哦，它是光合作用嘛。对啊。如果断掉的话，它就不能吸收养分。对啊。那今天那是红胎就这，我法度啊。种植农作物，看老天爷吃饭，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，想要采收甜美的果实，更得付出100%的时间与心血。抽水的这个啊，这要安怎法？就抽掉抽起来，伊个水个水粒吼，把那个泥土给它剖开，来抓莲藕，才可以看到莲藕了。哎，是吧？要用手摸。看到。这爪最惨了，爪最尖。哎，下面全部都烂泥，全部都是挤在一起的，根本不是那种一根一根，然后你说啊一冲开以后，它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，没有，它下面全部都是这样子，全部都结开完了。这就是那冲那蒙安尼哦。哎，有啊。大牛，对哦，也太搞纲了吧！采收莲藕的第一步，得先将水面上的茎叶砍断，接下来就是边跪边爬海底捞针，光是摸出一根莲藕就得花上好几分钟啊！大哥，这叶子是你们故意把它敲豆一下？对啊。它其实埋得蛮深的呢。对啊。我们这样光下去，我们现在这样光下去挖，是挖不到，完全没到，只能摸到这样子。就等于。当然你袂使接着甲靠。对。因为像这样这种，能摸到这种。对。它是连在一起。但它的水冲了以后再摸，大概就会到这边，然后就才开始摸到最上面的。还袂到底哦，遮拢还有呢。那个水都很强，对啊，水会透。多吧？这同的，哦，我有说摸到超级长。而且它不是说你摸到就可以拉起来，它把周围全部一直把水都冲光，冲起来才能，不然会断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加固呢，到家呢，到家呢，到这边呢，到这边呢，所以膝盖也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哦。哎，有感觉，你弄断了，大哥把你种在这边哦，你明年就可以来收你。哦，真的有没有到这边？啊，哎呦，哇！这等级嘛？哇！就是安尼，等一下。哦，对，超级长哎，因
因为刚才那个水柱其实很早就摸到了，然后一直在找边边，一直找到底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刚刚跑出来的这一边。对。我这一只是目前看到最大的。对。要命，真的是折磨人。跪着工作就已经够辛苦了，还得小心翼翼保持莲藕的完整性，用胆大心细来形容绝对不过分。这个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很粗鲁就这样。这个要很细心，因为很容易就真的会把它断掉。大哥这边，我摸到了，我摸到了，哦，这把抽完，这把抽完，慢慢来哦，他都行，摸吗？哦，这个是摸了，你得猛杀啦。哦啦，这把刚才那个土了，这等梯啊断掉了，这应该旁边的，它是连在旁边的，对，这只有。我是吵架。没有，我这边已经摸到头了，它刚才是这边，这个也很大只，很大只啊，一直到这边，你不要硬扒，大哥这边还没出来。因为人老公就抽呢，这要技术呢。对啊。哦。旁边对整个。这包屁了，这最后的。它这边还有下面。大哎。有啊，这边下面。哦，都等梯啊了。哇，就抓你了。那个，你还没想过务农是需要一直跪，而且只能靠手不能靠眼。对。咱当前都用这种的，用这种的，对啊。今后拢会大雷，你知道无？我这是我有大雷的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哇，就抓你了。这个可以当那个了，陶黑球啊，陶黑球要干嘛意？有没有？这样是一只哦，超级扯哎！原来他们都是连在一起啊，所以叫莲藕啊。莲藕连哪是莲啊？我没讲啊。你还没想过务农是需要一直跪着，而且只能靠手不能靠眼。对，你跪到我相信，所以没有人要种。对啊，太辛苦了啦，太辛苦了。一般你做其他的务农什么，他还要弯腰，然后会有机器可以帮忙。这没办法，你真的是跪着呢。难怪要一大早，不然这个套种岛这跪在这边就去了。对啊，当然我给你讲，我较细机的。不啦，家拢大机的，我们是太天真，一开始以为这个全部都是中网。我们现在进行了过约8分之一而已。可能不到哦，就是这一块已经已经被除掉的这一块有。对。但是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在拖延大哥的进度。绝对，因为大哥一个人摸超快。对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到台北，我只要跟我妈去买菜，然后只要菜涨价，然后我妈开始杀价，我阿妈就会说不要杀。哦，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故意要把价钱升高，是，因为真的是因为不管是气候啊影响啊，或者是虫害啊，让他们没有办法。而且像政府要补助他们，其实这些东西都很辛苦。天哪！1个小时过去，我们也才挖出10几只的莲藕，这还是在强力水柱的加持下才能达到的数量，真难想象早期的藕农又是如何采收呢？我奶奶他们都很爱，就是很爱吃莲藕，凉饭啊，然后做汤啊什么，然后从来不知道莲藕这么麻烦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每次吃啊，我都会觉得说，哇，莲藕那么小盘才几片而已，这么贵，骗人在贵什么？对，我真的做完觉得太便宜了，这真的是很辛苦的事。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哥在那边拖回来的路上聊，然后他跟我们讲，现在他大概卖的市价就是售价大概多少？人家才50，跟他们收是收51台币，我们这样踩到快死亡了，然后才几根上来而已。我是觉得至少可以2到3倍啦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多吃莲藕。对，毕竟莲藕是对人的身体很好的东西啊，而且看到他们那么辛苦，真的会觉得，就是他们还愿意跟可以这样做，让我们享受到这些食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就
觉得最好笑的是刚才我把大哥2个很粗的莲藕，有，咚，然后大哥我还没拿起来，但大哥已经跳咚一声，然后大哥这样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紧，我们还是拿起来。然后我心中一凉，我怕大哥给我拔了，因为他那个只要在水里面一断掉，不是整只拿出来，他在水里面断掉，他水跑进去，整只就不行。当前都拢用这种的，用这种的，都用这样的，拢用这位。可是它下面这个全部都给规完，拢挤在一起，你不要那拔，你不要那。出来落啊！是这样子，把那个土，把它弄到后面去，这样子压下去，把它压下后面去。如果看到莲藕的话，你就这个方法用了，慢慢切了，慢慢把它拔开，土拔开，看到莲藕，再用手下去慢慢把它。拿起来。拄到因咧用最强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我想要试看嘛，家己用崩的，啊崩就一条哦，啊镜头有够甜，根本就无法度鳄鱼啊，系啊。镜头拢个大蕊，你知无？我这算我有大蕊的，你这算我无大蕊，啊伊拢会变形。伊歪安尼过，两只手迄个歪安尼。是因为一定哦，一出来啦，啊久啊就变形啊，对，手落会变。我们情人果的感觉。对啊，真那是有蛋糕串冰在边啊，所以今天就是情人果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根本就无法度鳄鱼啊，系啊。镜头拢个大蕊，你知无？我这算我有大蕊的，你这算我无大蕊，啊伊拢会变形。伊歪安尼过，两只手迄个歪安尼。是因为一定哦，一出来啦，啊久啊就变形啊，对，手落会变形。大哥说的一点都不夸张，也因为早期藕农都是用双手挖藕，10只手指弯曲肿大，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，只能忍痛习惯，直到熬过去，手定型了才不会痛，因而有了老鹰之手的称号。清炒莲藕，就是只有莲藕跟莲藕跟那个葱。哦，真的是清甜哎，就淡淡的。这个是凉拌的。哦，梅子醋啊，就是没有一般的醋就可以了。有我们情人果的感觉。对啊，为什么有那种梅果的感觉？对啊，分起来很好。是原本你只有加醋，白醋。我加白醋加糖，然后一点点盐而已。那为什么会有梅子？还是就梅果？为什么会有？对啊，为什么有蜜饯的那种梅果味？没有，就是莲藕的味道。莲藕它会产生莲藕是这个味道，你骗人！这个比跟这个比怎么讲？你那种可怜，今天没有啊。这个是加醋是，那它的味道就会出来。这个大概腌多久？我刚你们来的时候就刚抓，真的。所以它其实不专业，它就抓一抓味道进去而已。我一直觉得你像有什么秘密没有？没有。今天点安你不要再怀疑你自己。我刚刚在主里没有看到吗？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像有什么秘密没有？没有。今天点安吗？你不要再怀疑你自己。我刚刚在主里没有看到吗？他们有拍，对呀，我就是放糖、放醋，然后放一点盐巴，对啊，这样子的。真的这样就有这个味道，真的，这个很不可思议，因为这真的是情人果的味道，在那是有蛋糕串冰点冰啊，所以今天的是情人果。这个你看起来，你觉得这个像什么？爱玉。对，有一点像爱玉，但是但我自己觉得，我刚才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很像那个白木耳煮化开。哦，对，或者是有点像燕窝的那种感觉。这弄冰的应该也很好。冰起来是凉凉的。我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。我小时候超爱这个，而且小时候我会弄得比较狗一点，狗啊。你看莲藕粉哈，莲藕粉其实吃这个是中配味。常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真正体验过后才知道，山河土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靠着先人的智慧与创新思维，
在好山好水的嘉义，就算凶猛的外来种也能变成桌上佳肴。更感谢老农们的坚持，让我们能品尝到最鲜甜的莲藕料理。